因为我们下午会有免费的绘画课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带学生去咖啡厅，然后老师会带领学生做绘画的练习。在台湾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多口说的机会，但是在英国或美国绝对有非常多只怕你不说，对不对？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g's English 的学校代表彩如，很开心今天来到 Study DIY 自助家来介绍我们的学校以及课程，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我们自助家打造了学校评鉴系统，让曾经去过的学生留下最真实的评价，还有评分可以参考哟。查评鉴、看留言，自助家游学，让别人的经验帮你避雷。资讯栏有连结，记得点进去看看哦。简单介绍一下 King's 在美国和英国的校区位置。好的，我们学校目前在英国跟美国共有7个校区，包含英国的伦敦、牛津以及2个靠海的城市布莱顿以及伯恩茅斯。那在美国的部分呢，我们在西岸的加州洛杉矶以及东岸的波士顿跟纽约都设有校区。那特别的是呢，我们在美国东岸的波士顿跟纽约，它都是在大学里头上课哦。那这2个的一个小小差异是，我们的波士顿校区是在市中心的 Fisher College， 所以因为它的位置的关系，它都是建筑物，都是 buildings， 不过它非常紧邻当地2个非常大的公园，包括 Boston Common 跟 Public Garden。所以在台北的话呢，我通常会把它比喻成就好像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上课的一个感觉哈。那同样你也享有一个非常广的一个绿地，可以作为是一个校园的一个概念。那在纽约的话呢，我们上课地点是在这个 University of Mount St. Vincent， 它距离曼哈顿大概是一个30分钟左右车程。那也因此它享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校园环境。那我觉得很大的优势是你在传统的美国大学校园上课，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跟美国的同学做朋友哦。住宿选项方面的话，有什么想介绍？住宿的部分比较常见的2个选项，第一个就是学校宿舍跟寄宿家庭。那学校宿舍的部分呢，每个校区大概会有双人房以及单人房，那以及你可以选择所谓的包餐 half board， 会包含餐费餐食的部分，有些校区是包含早晚餐，有些校区是包含早午餐的部分，或者是自理3餐，就是 self catering。那这些宿舍其实也都会有搭配厨房，那厨房的设备也非常的完善，学生可以自理3餐。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寄宿家庭。那寄宿家庭的话呢，你的费用就已经包含了每天的早餐跟晚餐，所以1周14餐都已经包含在餐费里头。我知道有些时候学生会很难抉择，那我觉得也会取决于学生自己的一个喜好。如果你是希望比较有多一点自由的话呢，那当然会比较建议选择宿舍。好，但同时寄宿家庭的一个蛮大的优点是，你可以体验跟英国以及美国的这个就是家庭一块生活，但同样你毕竟也是视为家庭的一份子，所以你也必须遵守寄宿家庭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相关规定，这个可能是同学们需要留意的地方。King's 的校内有哪些设备是可以供学生使用，或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教学设备 ？OK， 在我们的英国校区呢，比较常见的话呢，就是互动式的电子白板，然后我们每个校区也都设有学生的小型的图书馆、电脑教室等等。那美国校区像我们刚刚有分享到，尤其我们的波士顿纽约校区是在大学里头，所以呢，你的学生证也是这2间大学的学生证，那你也可以使用这间大学的所有相关设备，包含学生餐厅啦，同样图书馆或者是运动中心，甚至学生宿舍也都是在这个大学里头来做使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样就是可能介绍一下各个校区学校的淡旺季大概的学生人数，然后还有学生和国籍比例。学生人数来说，英国校区我们大概英国总共4个校区学生人数大概会落在一个80到120的，在我们淡季的期间，但当然在暑假旺季期间，人数会来到150到200。那英国校区比较多数的学生是来自于中东国家以及欧洲。那台湾学生最关切的问题是，台湾学生的比例。那我们每个校区其实最多都不会超过10% 是台湾学生。那美国校区来说呢，比较多数的学生是来自于南美洲以及巴西，是我们最大量的学生的来源。那台湾学生同样最多不会超过20%。那以美国校区来说呢，最受欢迎的校区是我们的波士顿校区。那英国校区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伦敦校区。简单介绍一下 King's 的课程有哪些特色可以吸引学生，然后或是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热门的课程推荐吗？那我们的课程的设计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成果导向的课程，所以不论你是想要提升英语能力、体验英美的文化，或者是你要准备你的这个考试的部分雅思托福，或者是你可能有接下来想要继续升学，不论是念大学或者研究所，以及为了可能是上班族短期的一个
进修，为了之后的一个工作，我们其实都有符合你的英语课程。那我想要特别提的部分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英文再加一个专业的课程，那包含有几个是比较受到台湾学生欢迎的，就是英文加这个艺术设计，以及英语加这个就是电影制作的部分。那举例来说，我们的英语加艺术设计课程是在我们的伦敦以及牛津校区上课。它的课程架构呢，上午呢还是会有所谓的一般英文 General English， 那下午的部分其实是完全的实作，就是艺术设计。所以这个课程它不需要有相关的背景，不论你有没有背景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专业的美术老师会根据你的程度给予指导。那它的项目呢，包含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这个，比如说素描啊、水彩、油画、摄影、动画等等，学生们你是可以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的。那甚至我们有些学生他有未来想要进入到比如说英国要念研究所，但他可能过去的大学或是工作经验是跟艺术设计没有相关，他也会来报名这个课程来做什么，做他的作品集的准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学生参考的。那我们的英语加电影制作课程呢，是在我们的洛杉矶校区，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好莱坞哈，所以大家听到好莱坞应该会蛮容易联想到就是电影这个制作产业。那同样它也是一个非常实作的课程，它集结了就是我们要表演课程，然后到脚本写作，到中期开始进行这个电影制作，以及后期的后制的部分，是一连串完整12周的这个课程。那当然我们在暑假期间也有为期比较短周数4周的课程，所以每年暑假我们也蛮多台湾的可能是念电影啦，甚至是大众传播相关的同学们会报名这个课程。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是一个实作课程，所以其实学校都有提供相关的这个，比如说灯光啦，然后摄影机啦、脚架啊、麦克风啊等等这些设备，所以你是不需要自己带设备来的。但是当然，如果你本身是相关科系的学生，你有这些设备，你有习惯自己的一个摄影机，你当然也可以带来学校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否有些特殊的教学方法或是学习资源啊？我们课程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针对报名12周以上密集英语课程的学生，对，有提供一个叫做学习进步保证 （Learning Progress Guarantee）。那我觉得这个的确对于3个月以上学生、6个月甚至9个月学生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感到安心的一个规划。但前提是学生你必须要第一个你要准时都要来上课，第二个你必须要都有完成每天的一个回家作业。抵消第一天，我们其实会进行分级测验，接下来每1个礼拜会有一个小考，然后每6周会有一个测验考试，来平衡你这段期间的一个学习的状况。所以其实你如果都有按部就班来上课的话，我们是经由这样非常定期的一个测验以及评核，确保学生可以达到他的一个学习的目的。所以针对长期的学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划其实是你可以预期达到你最终的一个学习目的的。简单介绍一下学校，就 Kings 这边的师资团队具备什么样的教学背景或是专业呢？好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呢，他们全部都是有非常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那以及呢也有具备相关的一个证照跟学历的部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生对于老师们的一个反馈。那我们非常自豪的是说，其实我们的学生对于老师的这个反馈的评分是高达93%，因为我觉得学生他在上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个教学的方式以及风格。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经由这些老师的教学，学生们去上了他们课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学习感受是更加重要。但我们非常开心，老师们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蛮高的评价。与其他语言学校相比 ，Kings 有什么优势呢？Kings 除了提供成人英语课程之外，针对16岁以上的学生提供的成人英语课程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学术部门。那我觉得这个蛮大的一个优势在于说，以英国校区来讲，我们有针对学术课程所安排的这个社团活动比如说瑜伽社啦，比如说排球社啦，比如说辩论社啊等等。因为这些升学学生需要这些社团活动作为他们之后升学的一个课外活动的表现。但这个不是只有局限在学术课程的学生，那语言课程的学生也都很欢迎可以参加。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暑假期间有针对8到25岁学生的这个青少年夏令营，那一样也是在我们的英国以及美国的校区。那再来呢，我们的宿舍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优势因为不论在英国跟美国，我们的宿舍都是走路到校的距离，最远不会超过30分钟。那我知道学生有时候提到走路30分钟会觉得说哇好远哦，不过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体验，因为在国外你走路30分钟的确其实是很稀松平常的，对，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运动。那也因此我们蛮多学生在住宿的选择上来说呢，蛮常会选到宿舍，因为就是走路就可以到，你不用额外再去花这个就是交通费的部分。
学生在 Kings 学习的同时，还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交活动呢？像这些活动的话，怎么样可以帮助学生可以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文化，然后提升他们的英语能力？我觉得现在尤其在这个 AI 非常普遍跟盛行的时代，很多大家会讲说，语言学习好像 AI 也可以取代，你可能不太需要再去到国外来做英语学习哦。但是我其实还是非常相信环境的一个重要性。没有错 ，AI 可以替代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环境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你在学校里头，你认识了其他国家的学生，这样的一个友谊的部分，或者是今天你到超级市场买菜，你去戏院看电影，这样的一个实践的状况，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AI 是没有办法特别去取代的。那在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之一是非常多元的一个课外活动，因为我们也认同，其实语言的学习不是只有局限在教室里头。那其实你课后，我们常讲的 24/7 一个全天候的一个语言学习环境，你下了课之后，不论是参加学校举办的讲座，或是参加学校安排的活动，或是周末观光行程，这一切你都还是沉浸在一个全英语的环境，你可以时时刻刻提升你的英语能力。那在我们的美国校区呢，我们的下午的部分都有提供免费的绘画练习，因为我知道台湾学生很常听到学生跟我们提到，就是在台湾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多口说的机会，但是在英国或美国绝对有非常多，只怕你不说，对不对？如果你是免签入境美国 ESTA 入境美国的话呢，你的课程其实到中午就结束。不过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下午会有免费的绘画课程，那这个部分也是由我们的老师来带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带学生去，比如说邻近的咖啡厅，然后老师会带领学生做这个就是绘画的练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同样一个文化体验的同时，你也可以提升你的一个英语能力。可以请小优看自己对 Kings 的看法吗？比如说像学校本身啊，或课程上面哪些是你觉得特别出色，或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好的，我今年在 Kings 已经工作第11年，我其实非常喜欢 Kings 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小而精致的学校。那我觉得也蛮常听到学生给我们的反馈是，像家一样的温暖。那举例来说，我们的伦敦校区呢有一只小猫，它的名字叫 Stella。我相信，如果未来选择在我们伦敦校区上课学生，应该可以看得到它。对，就是它很常会出现在我们学校的接待柜台 reception， 然后全校师生都非常非常喜欢它。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我觉得它给予学生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在这边上课也会感到非常的自在，然后安心。对，这是我非常喜欢学校所营造出来这样的一个上课的氛围。学生在 Kings 学习之后会有什么显著的进步吗？或是可能从学校毕业后会有什么改变 ？OK， 我觉得我工作很大一部分的成就感来源其实是来自于学生们的反馈。那我记得有一个学生，他之前是在我们的波士顿校区念书，然后那时候我有听他分享说，就是他回到台湾之后，还有跟他的寄宿家庭就是维持很好的联系。比如说他说之前台湾可能地震啊，他即刻有收到讯息，就是红爸红妈传的讯息关心他。那后来这个学生呢，在波士顿校区念完书回到台湾之后，也很顺利找到了工作，而且是担任国际业务的部分。我觉得听到学生这样分享，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他在波士顿念书那段期间，他所学习到的英语能力不是只有在当下使用而已，而是他吸收了，他学习了，在他的脑袋里头，然后之后运用在他的工作舞台上发光发热。听到学生分享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从事国际教育这么多年来，觉得很有价值感以及成就感的一个部分。学校有什么未来的最新规划想分享吗？好的，我们其实学校会推出一个新的课程，是跟 AI 相关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同学们必须要联系 Study DIY 自助家，取得最新的一个课程资讯哦。今天非常谢谢 Study DIY 自助家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希望刚刚提供的资讯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我们的 Kings 的英国校区或者是美国校区见到大家哦。大家拜拜。